只有3天。怎么了，大人？你看批文写的是什么？曹沫杀王4案，丑5年8月审决，经刑部核批，于今年8月15日一律斩处。今天可就是8月12日了。大人是不是看出曹沫的案子是冤案呢？虽不敢断言有冤吧，但犯人翻供，咱们就不能不问。曹沫翻供了。我去大牢，我突然发问，他脱口而出，怎么说的？曹沫，你因何杀人？从实招来。我没杀人啊。他直脖子喊：“我没杀人。”这不就是翻供吗？可他马上又反口了呀。那是因为吴知县的呵斥。曹沫，你见色起意，杀害王4，证据确凿，你敢翻供？我不翻供，我杀人了。我突然发问，他不加思辨，脱口而出：“那一声，我没有杀人，那是出自内心呐。”当吴知县呵斥之后呢，他恍恍惚惚缓过神来，连连认罪。就是说，这出自他的头脑，前者出自内心，后者出自头脑，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？心里话当然是心里话了。不错，哎，去县衙，把相关所有的卷宗跟物证全部拿来，我倒要看看怎么回事。哎，大人，怎么了？现在都这个时候了，县衙没人了，明天吧。什么明天？还剩3天时间，还有什么明天？去县衙，去喊，去叫，去敲门，去撞鼓，让那位大老爷拿着卷宗来见我。若敢延误，拿你试问。是。大人，吴知县，大人昨夜彻夜阅卷，卑职怎么敢偷安入眠呢？宋大人昨夜一宿没睡，卑职这一宿也没歇着，卑职是在彻夜的反省啊。卑职反省着，是不是有什么疑难的案子，卑职办得不够缜密，所以想请宋大人帮卑职推敲。我想来想去，还就是这桩曹沫杀人案。眼看刑期就要到了，所以想请提刑大人帮卑职辅证辅证。毕竟人命关天呐。大人请看，这是曹沫的案卷，这是物证。吴大人，这是算准了我要批审此案了。吴某虽然才疏学浅，但是对上司的心思还是揣摩的8、9不离10。大人为何发笑啊？您这一大把年纪了，每天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，猜着上司的心思行事，挺累的吧？这上有所好，下有所图啊。说起官场上的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之风，也不尽是从下往上刮的。姑娘以为如何啊？吴大人，您的卷宗当中可有当日的尸检验状？有，当然有。既然是凶杀案，人命关天，卑职怎敢不按章程办呢？啊，大人请看，这就是王4的尸检验状。吴大人，坐。皮破出血，利器所伤，然后把尸体处理了。
这叫什么验状？检验伤情只有8个大字：皮破出血，利器所伤。吴大人，大凡皮破都会出血。检验伤口，你不测量它的长短、深浅、颜色以及所伤部位，何以证明就是利器所伤呢？又怎么能够作为呈堂的供证呢？那尸体从河里曾被打捞上来的时候，确实已经腐烂不堪了，但卑职还是亲临现场勘查，尸体全身却有多处刀伤，卑职敢拿脑袋担保。不必了，吴大人，时间已经过去1年了，尸体早变成白骨了。纵然有人提出异议，也无计可施。你大可不必拿脑袋担保。既然提刑大人这么说，卑职无话可说了。卑职知道，就验死验伤，那是提刑大人的一绝。别说才疏学浅的吴某了，恐怕就连满朝上下都无人敢望提刑大人的项背，没有人敢说他能做到像提刑大人这样无可挑剔。就堂审而言，卑职也是重证实据，不敢有丝毫的马虎。卑职以为审案断凶无外乎有2样，这1就是犯罪证据，2就是犯罪的供词，这2样缺一便不可定案。那照吴大人的意思，这2样在您的卷宗里是必不会少。这些证物我的确取之不易。大人知道，那曹某为人刁钻，开始他还是百般的狡辩，但是经不起卑职的再三审问，最后他终于把杀害王四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大人请看，这就是曹犯供词，还有他的亲笔画押。在宋某看来，供词远不如物证重要。看看你的物证吧。说起物证来，当首推凶器，但曹犯为了隐藏凶器，把杀人用的菜刀扔进了江河，因为江河太急，几经打捞未获。那这么说，还是少了1样啊。凶器虽然没有打捞上来，但是曹犯交出了杀人时候所穿的血衣，那血衣上浸满了被害人的血迹。大人请看。这件血衣有问题吗？大人，吴大人，这只乌龟生前是何颜色？黑的呀。现在呢？白的。黑白只在翻掌之间。你我同为朝廷命官，掌握生杀大权，曹犯一笔就可以圈定死刑，岂能不慎呢？哎，哎，慢着！大人，你是想重审曹沫的案子吗？说得轻巧，重审。你没看见刑部批文上写着8月15执行死刑，还有3天时间，3天呢。就算是我认为曹沫有冤，可是本案毕竟有人被谋杀。你说曹沫有冤，那真凶是谁？推翻提刑司核准的案子重审，这简直是拿身家性命开玩笑。大人，要不就……你的意思是说，装聋作哑、不闻不问？
明知此案有冤，装聋作哑，不闻不问，那就不是送提刑了。你这……那殷姑娘肯定是话里有话呀，那就听殷姑娘高见。我的高见就是依大人办案的经验，不听信人言，重回现场检验。哼，现场检验。案发都1年了，这风吹日晒，时过境迁，那现场还能留着证物，等着你现在去取呀？大人的意思是，大人不是说过，冤案之中，一个破绽就是一条线索吗？而现在显然大人已经找到了破绽。本案第一个破绽，就是第一作案现场勘查不明啊。捕头王，哎，去，请上那位青天大老爷，让他跟着我走。这姓宋的到底看出什么来了？吴知县啊！提刑大人有请。提刑大人是不是要提审曹沫？不，去河边钓鱼。钓鱼？哎，宋大人，宋大人，卑职去找几个衙役同去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也好随时听用啊。好啊，您看着办吧。哎，什么人啊？哦，你呀！姑娘，提刑大人这是去哪儿啊？我们提刑大人去哪儿，还得向你禀报啊！不，小弟绝无此意，绝无此意。那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你？姑娘误会了，小弟是来报案的。报案啊？哎，这么说我们大人说对了，你果然有话要说。提刑大人不但断案如神，而且还有先见之明啊。哼，我们大人啊有公务出去了，你有什么急事儿可以向我说啊。那也行，姑娘快跟我走。去哪儿？不远。干什么？捉奸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？这种事儿啊，找你们自己的县太爷解决去吧。姑娘，姑娘，这可是关系到一个命案的真相啊！命案，你快说清楚。只要姑娘跟我去做个亲眼见证，也免得提刑大人回来以后说我是在混淆视听啊。我还真不怕你耍什么伎俩。走。哎。提刑大人，提刑大人，从这儿到王四遇害的河西村要10几里地呢，而且路又不好走，还是让卑职给您备个轿。你沿途给我讲讲案情，就不觉得路远了？哎，这大人，行，卑职就从头给您禀报。你我就在门外来个守株待兔。守什么？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提刑大人，这事儿呢是这么回事儿。那天卑职啊在市井街坊啊巡查民情，遇人报案。卑职想，既然是人命关天，所以卑职也顾不得一天巡查的疲劳，就一口气啊赶到案发现场了。在这儿啊！来，前面让开！县太爷办案来了，闪开，闪开！县太爷办案来了。就这儿，就这儿。
有谁知道这个死者是谁吗？啊？都泡成这样了，就是认识也不能认识了。大人，这个被害人跟几个月前到县衙来打官司那个木耳商人有点相似啊。哎，有点像王四。王四家在哪儿啊？王四好像住在成都的小门外，听说他家里还有个漂亮的老婆呢。来呀，在，快去城东，把王四的家属叫来认识。是。太惨了。宋大人，咱们还是走大路吧。哎呦，你不是说绕山走大路要多行10里吗？是啊，卑职累了，卑职走不动了，咱们还是歇会儿吧。哎呀，宋大人，哎呀，哎呀。宋大人，咱们这一气走了10多里路，卑职的哮喘病都要犯了。吴大人，啊，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。啊，对，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。当时卑职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的时候，那个尸体已经被打捞上岸了。什么人打捞的尸体？是河西村的一个李正，他姓谭，叫谭什么？传李正来见。快去啊！是。吴大人，啊，此地显然不是杀人的好地方。宋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要是吴大人您的话，您会选择此地作为杀人越货的现场吗？宋大人，卑职就是再不称职，卑职也是一个断案的县官，我不是作案的凶犯。这种杀人的念头，恕卑职不敢想象。恕罪，吴大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断案者如果对作案人的心理一窍不通的话，恐怕也不见得是什么高手。宋大人既然这么说，卑职领教了。吴大人，领教了。来，请过来。你看，沿此往上10里长堤，任何一个地方把尸体抛下去，恐怕尸体都会漂流到这儿。更何况去年盛夏是大汛，河水绝不会像现在这么干涸。宋大人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地方不是案发的第1现场？你说呢？姑娘，我们再等一会儿啊，再等一会儿。与其这么守着，我们不如敲门进去。姑娘不要性急，我们再等等啊。你瞧。姑娘，你看出什么名堂了吗？我只看她长得漂亮。漂亮女人就是祸呀。姑娘，你别误会了，小丽绝无指桑骂槐的意思。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呀？谁的家？3天之后就要杀人凶手。姑娘，你要知道这女子是谁吗？她是被害人王四的老婆，叫玉娘，丈夫被人谋杀了。可是老婆呢，却频频出没于凶手家门。姑娘不觉得这其中另有名堂？这可是重要线索，我们这就告诉宋大人。走。不！此时，县主正和宋大人在一起，小丽说话不便。这样，你跟我先回官驿，坐等提刑大人回来。小丽要条分细缕地对提刑大人说此案之谜呀。走。吴大人，你差人去叫死者的家属前来认尸之后，又发生了什么？当时有人说这个死者和城东的木耳商人王四有些相像，
卑职当时就差衙役去唤王四的家属。原来王四家没有什么亲人，但却有一个比王四小了10几岁，而且长得如花似玉的老婆。他老婆叫什么玉娘？对。那天卑职也见了，樱桃口丹凤眼，一看就是个勾人魂魄的这个小妖精。四郎，四郎，天下女人只要是女人便就罢了，何必偏偏还要造出这些漂亮女人来招惹是非？怎么打住了？因为事隔太久，卑职当时的情景好像记得不大清了。卑职想起来了。当时玉娘来到现场以后，是这样的。天下女人只要是女人便就罢了，何必偏偏还要造出这些漂亮女人来招惹是非？宋大人，他们毕竟是夫妻呀。这玉娘当时撩开草席一看，就认定这就是她丈夫王四。可是案卷上说，曹沫杀人是因为他垂涎一位有夫之妇。对啊，曹沫对此供认不讳啊。案卷上还说，第一指证曹沫杀人的是一个姓王的媒婆。对，就是这个王媒婆，就是她陪着玉娘一起来到现场来认的尸啊。四郎，这是谁下的毒手啊？天哪，我只当是句戏言，谁知道他真敢下毒手啊！王媒婆的话让卑职听得清清楚楚，卑职当时就把王媒婆带回县衙，在堂上一问，王媒婆就说出了此案的真相。他说什么？王媒婆说，曹沫这个小子生性风流，在王四被害的前3日，他曾经找过王媒婆，他因为垂涎玉娘的美色，却让王媒婆给他们说和。吃好了再来啊！哎呦，做生意喽！好啊！王妈妈，你说办阴联儿不下砒霜该多好啊！就是，这明里跟武大郎是夫妻，暗地里跟西门庆来往，岂不是好啊？是啊。哟，来啦！王妈妈最近生意可好啊？还行，说得过去。王妈妈，你给我称几个瓜，我该回去了。哎呦，我说玉娘啊，你家四郎不是进山收货银去了吗？就是回去，你还不是一个人待着？这个，您这儿不是有贵客吗？哎呦，他算什么贵客呀？花花公子一个，给这个。哎，王妈妈，您说这话就有辱斯文了。我曹某人不管怎么说，也是个儒家学子啊。你怎么可以说我是花花公子呢？那花不花的呀，也要看他那双眼睛往哪儿瞄，就知道了。王妈妈，您老向来是跑成人之美的大美差呀，你怎么摆起瓜果店改行了？还不都是你们这些公子哥们，想娶称心如意的美女，
可又都舍不得花钱。我这老婆子呀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可事成之后呢，给的我这点煤钱呀，还不够我喝水的呢。这不嘛，借着这沿街的房子呀，开个瓜果店，多少呢也能补贴家用嘛。王妈妈，啊，来，王妈妈啊，您要是给我做成了大煤呀，你看我会不会亏待您啊？好啊，看上哪家闺女了，报上八字来，我保证把人给你送上花轿。王妈妈，王妈妈，哎，银子您收好，我走了啊。哎，我说玉娘啊，这四郎今天要是回不来了，你买这么多瓜，不就都烂了吗？不会的，他今儿一定回来。走了啊。哎，做生意的人呐，在家要算钱，那出门要看天，那可说不准。王妈妈，我们家四郎啊，今天是去东山收银款，不会耽搁的。再说，今天是我生日。哦，他还说回来亲手给我擀寿面呢。怪不得呢。走了啊。哟，我这手绢儿放哪儿了？玉娘啊，你看这天快要下雨了，等雨过了再走吧。哎，不了，这么近的，走了啊。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。谢谢啊。走了啊。玉娘，你慢点啊。哎呀，玉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来，慢点。谢谢啊。我来吧。哎，我来，我扶你回去。下雨天得当心。谢谢。好一段风流佳话呀！哼，风流不假，佳话就不必了。大雨扑不灭的烈火，随后就燃起了邪恶的欲火。人呢？吴知县，王四那天外出是去收取货银的，对吧？啊？哦，王媒婆说过，但是没有说的那么十分详细。曹沫和玉娘在大雨中分手之后，转身又回到了王婆的瓜店，对吗？对呀。哎，大人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得让王媒婆替他做媒呀。哎，对，正是。曹沫和玉娘头一次见面，两个人眉来眼去，就已经让曹沫神魂颠倒，欲罢不能了。于是他就回到了王婆瓜店，让王媒婆给他说媒。可是王媒婆呢，却泼了他一头冷水。王妈妈，我求你了，王妈妈，只要你能帮我遂得心愿，我曹某人一定大礼厚谢呀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多情种子呢。看你这么认真，这倒也难得。可这件事呢，妈妈我帮不了你呀。要怪啊，只怪你命中没那个福分。你要是早2年认识玉娘啊，你们2个人呢是郎才女貌，天配成的一对儿。可如今呢，那玉娘已是他人之妻，我总不能让王四儿把老婆让给你吧？什么王四王八？我杀了他！你杀呀！你杀呀！你这个读书人，说话也不怕咬了舌头。你要是有胆量杀了王四儿，不出3天，我就把人给你送到府上。王妈妈，一言为定啊！曹沫扬言要杀了王四，是在王四死前的前3日。正是。3日前，曹沫扬言要杀了王四。3日后，王四的尸体果然就浮在江中。
卑职以为这不会是巧合吧？那个李正怎么还不来啊？大人，李正带来了。你就是第一个发现尸体前来报案的人呢？不是。哎，谭晓，明明是你向本县报的案，你怎么说不是呢？不，这县太爷您误会了，草民不是说不是草民报的案，草民是说不是草民，最早哎呀，你颠三倒四的想说什么呀？二位大人容草民想一想，草民到底想说什么？对，草民呢就在那个水面上发现了死尸，然后呢，草民就到县太爷那儿报了案。但是大路上人来人往，肯定不是草民第一个发现死尸的。是你把尸体从河里打捞上来的，又没说你杀人，何来这么多废话？是，草民才疏学浅，说不好话，尤其是见到了提刑大人，心里紧张，就更是拙嘴笨腮了。河西村李正，你把发现尸体的初情从头细说一遍，记住，不要遗漏任何细枝末节。那天呢，我正在村里的那个巡视啊，这个我就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又白又胖的，我以为是死猪呢，近前一看是个死人，然后我就到县衙报了案，就这样。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儿，就这儿，那个，宋大人，小人没有一句谎言，否则天诛地灭。你说什么？小人大小也是个理政，如果是个平头百姓，我才不管这等闲事呢。好了，河西村李正，近日不要出远门，随时听候本官传唤。顺便跟你说一声，你可不是个拙嘴笨腮的草民，你是个能说会道的草民。你怀疑是刚才那位李正先杀人后报案，玩了个贼喊捉贼。要不然，刚才他为什么一再说不是他最先发现尸体？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他杀人劫财在前，捞尸报案在后，主动报案，恰恰是为了掩盖其杀人的真相，对吧？没错，按常理，官府不会怀疑报案人就是凶手。他就是想利用这一点来掩盖真相。不过，有一点卑职不能自圆其说。什么？动机。李正为什么要杀王四呢？动机我就可以帮你圆。王四被害前是去收取货银的，他身上肯定带有不少银两。哦，那就是谋财害命了。可太平县怎么只问杀人不问劫财呢？宋某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既然有这么大个漏洞，何不以此为柄，推倒重审呢？不可操之过急。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能让刑部改判已经判好的案子。刚才你说那位李正谋财害命，听起来很有道理。这世上啊，虽有许多意料之外的怪事，但细究起来，无不在情理之中。本案要真是李正先杀人后报的，他就要在上游，至少在3天前，走不下10里，先杀人后抛尸，然后在河西村等候尸体漂流到这儿捞尸报案。有这么有悖常理的事儿吗？
明知此案有疑，定案之前，你为什么不向你们县太爷直言呢？岂敢岂敢！小的一个小小衙门里的堂书吏，胆敢这一县太爷，我的饭碗还要不要啊？你为了保住你的饭碗，你就昧着天地良心，你还算什么宫门中人呐？不，小的并非昧着天地良心，小的是在等待时机，等待像宋大人这样的上司来查阅的时机呀。这么说，我还错怪你了。怎么提刑大人还不见回来呀？有话就说嘛，何必憋着？宋大人，你怎么认定这个尸体一定是从上游飘到这河西村口的呢？吴大人，宋某何时说过“一定”这个话？没有，哎，这没有，我在旁边呢，我没听见。哎，吴大人，四季更替，时过境迁，就算宋某心里有这么个想法，那也是假设推断，怎么敢妄自托大，说是一定呢？假设推断。对，卑职怎么忘了？宋大人不但精于检验，而且长于推理。但是宋大人，如果把证据确凿且经刑部审核的铁案全都推倒重审的话，那我们地方遇事岂不乱了套了？吴大人，宋某说过要重审此案吗？你现在不就是在重新勘察现场吗？我这叫好奇，纯属好奇。宋某就是愿意越离奇的案子，我越要自己走它一遍。这跟重审可不是一回事，跟刑部批文更是没有任何关系。更何况吴大人，1年前的谋杀案，1年以后找作案现场，痴人说梦啊！宋大人，你若这么说，你是举重就轻呢，还是心里没有10成的把握呀？吴大人，你说呢？来人，在搀扶吴大人。是，我不走完这长堤，誓不回头。拖鞋呀！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难道我还至于穿着鞋泡脚吗？对，哪会呢？穿着鞋泡脚，在您身上不才发生过2、3次吗？哎呦喂呀！太爷，您脚上长了个脓包。胡说！什么叫脓包啊？恶人脚底下才长脓包呢。我这叫水泡走路磨的。是水泡。去拿根银针，把这水泡挑了。我不敢。你怎么不敢呀？快去！是，我这就去拿银针来。哎呀，我这双脚啊，大半辈子都没这么受过累。哎呦呵，怎么这么烫啊？啊，给我加点凉水，快去！是。哎呀，我吴某为官10余载，应酬再高的达官显贵，我也是从从容容，游刃有余。怎么这宋大人就琢磨不透呢？泡脚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啊！大人，案子又没头绪了。我这么说了吗？这还用说吗？每次遇到难题解不开的时候，您都要泡脚。我怎么添了这么个毛病？您问谁呀？问你呀。我父亲当知县的时候啊，也有这个习惯。对，你还经常跟他斗，让他溅你一脸洗脚水，是吧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跟我说的。哦，对了，第一次给大人泡脚的时候告诉您的。
大人，您莫痒痒啊！你想让我也溅你一身洗脚水吗？云谷，你这么照顾我，像对父亲一样，你就不怕我养成臭毛病吗？你想做我父亲啊？那我叫你，你敢答应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别闹了别闹了。曹沫的案子疑点越来越多，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大人，血衣的疑点，我也看出来了。血衣的破绽不难揭开，难的是找到真凶。3天期限已经过去1天了，乱得很，一点头绪都没有啊！大人。